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口碑扑街，祝清好高开低走，折射出多少古偶剧的尴尬。又有新剧定档，又有新剧上线，不知道在众多剧集中，您比较青睐于哪一部呢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古装剧开始走偶像剧的路线啦。看惯了很多霸道总裁爱上丑小鸭的偶像剧，不免出现一些视觉疲劳。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，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，两者兼得的更是少之甚少。纵观众多偶像剧之后，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，那就是不管出现什么样的新剧，实质都是一样的傻白甜，甚至就连剧情都如出一辙。相信很多忠实影迷看上一秒的故事，就知道下一刻怎么延续，正所谓久病成医。当然，用久病成医不太恰当，应该说是熟能生巧。毕竟霸道总裁爱上灰姑娘的剧情无非就那么几种，想拍出独特的花样有些难处。与其苦苦不得良方，不如改变套路，将偶像剧与古装剧结合，拍出不一样的古偶剧，而且剧情设定可以五花八门，仙侠剧、魔幻剧、历史剧，甚至言情小说套上古装的外套也可以。袁冰妍自从流离之后名声大噪，后续也拍摄了众多影视剧作品，有《花落时节又逢君》《倾城忆清欢》等待播出，也有刚上映不久的《祝清好》。无可厚非的3部剧都是古偶剧。由袁冰妍、郑业成领衔主演的《祝清好》一经上线，就冲到了全网热度第1的位置。本以为会是一部爆款佳作，奈何高开低走。高热度搭配差口碑，一般来说，一部剧口碑的好坏直接影响该片热度。刚开播就被1星刷屏，而观众给出的评分与评价竟然出奇的一致。尴尬的剧情，稀里糊涂的工业糖精，让观众直呼辣眼睛。故事被魔改，原著作者表示没有核心灵魂。由伊人葵葵的小说《我的锦衣卫大人》改编完成的《祝清好》，主要讲述刁蛮且霸道的长乐郡主刘玲，在逃脱父母指定的生辰宴逃脱之后，却意外遇到了外表冷酷的锦衣卫沈燕，发生女追男的爱情故事。其实单看剧情的简介也算中规中矩，符合一般甜宠剧的设定，也是大家喜欢的调调。看过剧情之后，忽然发现怎么不是自己想象的味道呢？而且还完全不符合原著。原著作者也下台开撕，表示改了很多，和原著不一样，甚至完全没有了核心。而男主与女主相遇的桥段也非常的尬。沈燕本来在追赶凶手，身手敏捷，武功高强，偶然间闯入刘玲的生辰宴，下一秒就四肢无力了。本以为女主开始对男主开始猛烈的攻击，一瞬间男主又支棱了起来，就想问问这是什么逻辑呢？并且这次简短的一面之缘，女主刘玲就深爱上了沈燕，可谓是一眼万年。就算是一眼定情，也未免太过草率了吧。反观男主更是奇葩，明明是一个冷酷的锦衣卫，仅仅因为一次跳崖事件就爱上了女主，为了女主还臣服于敌人之下。不得不说女主光环有点强大。剧集当中的各种渲染、慢动作、四目相对更是让大众无力吐槽，难道所有人的恋爱都是这样开始的吗？女主跳崖的部分也是让人很无语，坠崖过程纹丝未动，一看就特别的假，怕不是平躺在地上拍摄完成的吧？你好歹让头发、装饰物品动一动呀。反观男主就更加有趣了，双手往前一伸，面部自带喜感，这是欺负谁呢？欺骗观众，还是膈应牛顿？袁冰妍演技浮夸做作，郑业成被吐槽油腻。除了剧情膈应之外，袁冰妍饰演的长乐郡主刘玲让人喜出望外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诠释苏妲己呢。好好的一个霸道的君主人设，
硬生生地演成了妖娆妩媚的苏妲己，各种傲娇的小动作，妩媚的姿态，处处都像是勾引人的狐狸精，怕不是刁蛮的郡主被狐狸精附身了吧？反观男主沈燕，没有一点冷酷无情、正人君子的神态，完全就是一个身经百战的油腻男。尽管人设有所限制，冷酷无情是对的，但面部没有一丝丝温度又是为何？拍照片呢？作为一部古偶剧来说，这样的评价确实有些苛刻了。甜宠剧本身就是为了打发时间、解压放松的处理模式，能逗大家开心就好，给大家带来快乐就可以。